全球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观众朋友晚安，我是曾中玉。由于新冠肺炎第一起的确诊病例就是在中国发生，导致了现在世界有一些地方呢出现了所谓的反华种族歧视。先前我们不是看到丹麦有一个报社吗？它的画屏漫画媒体里面就谈到，把中国的五星旗旁边5颗星星都画成病毒的样子，引起了丹麦跟中国之间的大论战。那现在呢，日本的横滨有一家中华街这个里面有个广东的料理店，他收到了一封恐吓信。这个恐吓信里面呢，骂中国人是垃圾、是细菌，而且像恶魔一样。他还要求中国人要滚出日本。这一间广东料理店叫做海源阁，老板李浩文呢，他是中国移民第3代，就是说他从爷爷那一代就已经移民到日本了，所以李浩文呢，他是在日本出生的，所以虽然他有中国籍，但是在横滨出生，在横滨长大，他完全就是土生土长的日本人。那有一天呢，他就收到了一封信啊，这封信好。封面就是这个样子，封面上面呢，信封上面写着海源阁3个字。那看到写到海源阁3个字，当然老板就觉得是寄给这个店家的嘛，他就打开信封来看到里面呢只有这一张 A4 纸，那 A4 纸上面呢就是用这个红色的墨水立了几行字，这全部都是侮辱中国人的话语，很难听。他骂中国人是什么？他骂中国人是细菌啊，是垃圾，是恶魔，而且呢还叫中国人赶快滚出日本。这封信到底谁寄的？不知道，因为上面没有署名。那是因为老板跟当地人处不好吗？还是有一些私人恩怨？李浩文说，他是第一次收到这种歧视中国人的信件。那会是因为你店里其他的店员跟其他人发生纠纷吗？可是他里面的店员全部都是日本人呐，所以李浩文很难不去想象，是不是只是因为自己是中国人？那这一次中国发生新冠肺炎，所以日本人把气出在他这个中国人身上呢？所以李浩文就说了，他其实也能够了解啦，因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真的非常严重，大家想要抱怨、想要责怪，感觉好像把气发出来就没事了。可是站在李浩文的立场来讲，很倒霉啊！中国发生疫情又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从爷爷那一代就已经移民来日本了，一家3代都在日本打拼了这么多年。那就算遇到这种挑衅，他接下来的决定，他还是要继续为了客人、为了生存，好，他们会继续的开门来营业。那遇到事情骂人没有用嘛，还不如提高警觉，看看要怎么做才能够把风险降到最低。而且你从日本麦当劳的例子来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其实日本人大家都说他们的优点就是非常这个注意细节 SOP 怎么写大家就怎么做，这种服从的个性是优点。可是遇到这种大难临头的时候，也有时候会变成缺点哦。就是政府只要不说，人民好像就觉得不会很严重啊，不会提高警觉啊。你看，像日本的麦当劳就宣布了，在京都的吉祥寺店，好，可能很多人也去这里自由行玩过。京都的吉祥店的这个麦当劳呢，紧急停业喽，关门喽，关起来不做生意了，因为他们已经有一位55岁的女性店员确诊了。这个女性店员呢，其实她是在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好，我们来看她上班的日子，她2月20号、2月28号还有2月29号这3天是有上班的。那这个上班呢，他在这3天上班，可是他第一天上班之后，2月21号这一天，他就发现他发烧咯，不舒服咯，但是他还是继续去上班。他负责柜台还有接待人员，然后发烧，但是他没有戴口罩。然后为什么他会发烧？为什么他会确诊？因为他在2月20号之前，2月15号跟2月16号，他去大阪参加了一个 Live House 的演唱会。你知道这个演唱会在这个 Live House 已经出现了很多名确诊的案例，是现在大阪地区有群聚感染的这个地点。那因为在大阪地区很多确诊的人发现，他们不约而同的都去了这一场演唱会，所以大家就觉得这个演唱会就是一个群聚的感染地点。那这个麦当劳的店员呢，在2月15号。
到2月16号来参加演唱会之后，好，他2月20号就到麦当劳来上班。其实他不是专职店员，他是派遣员工。日本很多派遣员工，那他这段时间呢，其实除了到麦当劳工作之外，他还到过其他地方哦，比如说京都的信用金库事务中心来工作。那在麦当劳的时间点呢，第一个就是2月20号这一天，然后呢，他2月21号觉得发烧，觉得不舒服，而且发烧到摄氏37度以上，但是呢，他还是没有戴着口罩，他继续上班，继续这个来服务哦，他也没有请假。那2月28号。他上的班就是晚上的8点一直到凌晨的12点。29号他也是上夜班，上晚上6点到凌晨的时段。那这一些时段，你想想看，他不仅是接触到他们其他店里的员工，总是有22名，他还站柜台耶。那不仅站柜台，或者是其他20多名的员工，也都有跟客人来去的服务。所以不敢想象他到底接触过多少的客人，而且日本人的反应也很妙。这个日本的电视台 NHK 说，虽然麦当劳他们的京都吉祥寺店现在不是已经关门吗？现在已经关店暂停营业啦。但是他们的记者到现场去查看的时候，就发现，大门上面贴的告示是说，因为机器在调整，所以暂时关店。那你不讲，那在这段时间之内，如果有到麦当劳去消费、去买东西、去吃东西的客人，怎么提高警觉呢？不过日本的麦当劳官网有跳出来澄清说，有啦，我们的官网有公布说，吉祥寺店呢是因为店员确诊，然后暂时关闭。那当然，他们也会以顾客跟员工的安全为最先优先，配合京都市来进行调查。所以从这个例子，你再拉开来放整个看这一次日本的疫情，因为从官方一直到民间，全部都走一个所谓的佛系防疫风格就是非常的 peace， 非常的 smooth， 但是已经对于疫情这个冲击的力道来讲，有一点招架不住了，因为他们要防堵疫情，看起来完全不积极耶，不积极到这个确诊的人数或者是死亡的人数、病例越来越多的同时，哇，日本的国内也出现了很多抱怨的声音哦。你看，日本政府它一刚开始的时候，不是采取很积极的这个防范措施，它只是说好，我们来处理这些重症，而且民众呢，你们要自力救济。那你们这些轻症的患者不用来医院啦，先在家疗养。而且你发烧，如果真的发烧1天2天没有关系，你自己疗养。发烧到第4天，你才需要通报。哇，你发烧4天了耶！你在这4天之内接触了多少的人？那这病毒不就传染出去了吗？有一位这个东京千叶县的上班族，他就上网爆料说，他已经发烧好多天了，他到医院去看病哦，说，这个医生你可不可以帮我检查一下？我很怕我是感染到新冠肺炎。他请医生来帮他做测试，做核酸检测，因为你要确定你是肺炎，要确定你是因为这个新冠病毒而造成的肺炎，一定要经过专业的核酸检测。可是呢，医生拒绝，医生说，这个确诊太麻烦了，除非你跟我讲啊，说你最近有跟任何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有密切的接触，要不然我没有办法帮你做。因为如果真的确诊的话，后续很麻烦啊，到时候全院都要消毒，还要安排他进行隔离，甚至会影响到东京奥运，所以我只能先帮你当一般的肺炎来处理。结果这个男子不断的要求之下，医生才答应帮他检测，结果真的确诊，真的是新冠肺炎。所以呢，我们看到了日本这次防疫的动作慢半拍，引起了国内这个炮轰的声浪，连他们自己厚生劳动省的官员也失言哦。他说什么呢？他说啊，大家没关系，不要太担心啦，只要你没有像哥吉拉，就是这个恐龙哇这样咳得很严重，你只要不要像这种哥吉拉大声咳嗽，就不会传染。他到底在讲什么啊？因为呢，在日本横滨不是有个钻石公主号吗？上面有好多确诊的乘客。那这些乘客下船之后呢，有好几个确诊的乘客已经被送往爱知县的冈崎市来进行这个隔离哦。因为日本政府一定要做一些动作嘛。但是你知道，对于当地的居民来讲，有确诊的民众送到这里来进行治愈，来进行这个隔离，那当地的民众当然就很紧张啦。我怎么知道你们有没有
做好，这个防范的工作，不要到时候我们当地的居民也变得说好像有可能会染病。所以呢，厚生劳动省就在当地举办了说明会，那现场就有好多的官员啊、专家啊、居民代表啊，跟大家一起来报告。现在呢，我们针对了这个钻石公主号这些确诊的病患送下来之后，这些安置的计划，我们到底怎么做？好啦，结果现场就是这一位厚生劳动省的官员，他就说：“哎呀，这个新冠肺炎病毒啊，主要是飞沫传染啦，如果没有直接接触的话，被传染的几率真的很低哦。所以啊，我告诉你们一个判断的方法，只要你们不要像哥吉拉这个恐龙一样大声的咳嗽，把这个口水全部传出去，你们就不会被传染，不要担心。”结果他一讲完，被大家骂翻啊！有事吗你到底在讲什么啊？所以现在是怎样？你只要不要像哥吉拉一样大声咳嗽就没事了吗？他一讲完，吓得其他官员就马上出来打圆场，说：“哎呀，我们的官员只是在开玩笑，大家不要太紧张。”可是现在是开玩笑的时候吗？结果他这番发言不仅失言，还出动了他们厚生省的劳动大臣加藤胜信出来帮忙道歉，说这个发言实在是太不恰当了。所以这个日本整体的佛系防疫被骂翻哦。这几天才看到安倍晋三终于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动作了。好，他们从3月9号下个礼拜开始呢，一直到3月底，他们强制要求中港澳韩的旅客在指定的检疫站要隔离2周，而且避免使用日本的公共交通系统。好，他们是先针对了在整个这4个国家的这个旅客，目前为止呢有做一些暂停的动作。那日本现在也已经暂停向这几个国家，像是中国跟南韩发放签证的效力，限制这些旅客，你只能从东京的成田机场跟关西机场来入境，这是在这个交通的部分。另外，从明天3月7号开始，韩国、伊朗的公民也禁止入境。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消息传出来之后，韩国有点大跳脚。韩国觉得你根本就是假疫情之名来定我韩国之实，所以韩国跟日本现在也吵起来了。好，再来，安倍还做了什么事情呢？原本呢，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要到日本来访问，不过现在真的疫情是比较严重的，所以两国就讨论啦。好，我们现在先努力的来防疫，那调整之后的日期呢，现在还不确定。但是你知道这种大型群聚的力量，大家现在很担心会变成社区型的感染，会变成大流行。那日本大家为什么觉得他这一次是防疫的佛系的防疫？是不是因为你要举办东京奥运啊？你投了这么多钱进去，投了这么多的成本下去，如果东京奥运不办，或者是延期，对你日本的伤害有多大？没有错。可是你站在防疫的角度来看，到时候如果疫情还不制止，还不控制住，这么多人，而且全世界各地运动的精英全部集中在日本东京来举办奥运的话，这难道不会有一些高度传染的风险吗？可是他们现在不管，反正他们讨论了之后，还是确定7月24号东京奥运还是会照常举办。那到底疫情有没有可能在夏天结束？有没有可能在7月底之前结束呢？很多人说，以之前 SARS 的经验，可能病菌是不是怕热啊，或者是夏天的时候病毒比较不容易存活？那现在根据中国官方《人民日报》的报道，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也是天津医药大学的校长张伯礼，好，他就说了，他觉得疫情现在我们希望达到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不要再有新增加的病例了嘛。你只要每天没有新增加的病例，或者是大幅增加，这样才表示疫情有控制下来。所以呢，张伯礼就分析了现在整个疫情演变的资料之后，发现在湖北之外的各地区，2月底这个新增病例几乎已经清零喽。所谓的清零，清空变成零，就是没有再增加的意思啦。那除了湖北之外呢，我们看到湖北省，他觉得应该在3月中就可以清零。而至于在重灾区，就是起源地武汉的部分，他认为在3月底的时候，新增病例基本上应该就能够被止住。但
但是他这里说的清零，并不是说完全没有任何1例2例这样的情况发生哦，这个不是绝对的数字，而是说可能偶尔还是会出现几个零星的新增病例，但是不会像现在一样每天10几个、20个、30几个，或者是像欧美国家上百个这个新增病例每天这样冒出来，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简单来讲，他觉得湖北省大概在3月中，武汉大概3月底，整个新增的病例就可以先控制下来。不过现在海外新增加的确诊人数反而是比较危险的，因为呢已经超越了中国新增加的总数喽。而最主要在意大利、在南韩、在伊朗，他觉得很危险。他觉得这几个地区现在呢，整个欧美地区、整个中国以外、海外、境外的地区新增加的确诊病数，反而会比中国境内还要来得严重，还要来得值得注意。那像美国的部分，疫情也还在持续扩大当中。现在华州、佛州、加州、马州都进入了紧急状态，而且全美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14人了。所以呢，张伯礼就呼吁喽。中国政府现在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呢？他说，应该要对所有来自于美国的人实施14天的检疫隔离。日本刚才不是还禁止中国人入境吗？美国都还没有做到这件事情，结果现在情况反过来了。张伯礼建议中国说，你现在反而应该要小心这些海外的人士。欧美现在新增加的病例比我们都还多哦。到时候我们清零了，我们控制住了，变成他们没有控制住。那我们现在当然要先下手为强，先防堵这些美国人，先防堵这些外国人士。如果他们又把病情带进来怎么办？所以我们现在应该先针对所有来自美国的人实施14天的检疫隔离。好，这个防来防去，真的有可能变成现在欧美的状况比中国还要来得严重吗？武汉疫情的最新情况，也请您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